好，那么我们第3点来说一下摩擦的问题。我们在求这个引拍的这个过程中，我想跟大家互动一下，大家觉得我们在引拍的过程中，在出球这一瞬间，我问问大家啊，大家觉得这个手腕转动是在接触球这一下转，还是我先打开，在挥动动作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进行摩擦转腕？好，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哈，我们在打的过程中，到底是接触球这一瞬间，还是挥拍这一瞬间？我们从引拍开始，它是这样的角度，在引拍出球的这一瞬间，其实在抛下来，球再过来，你从引拍位置就准备转动手腕，跟你在接触球在转动手腕，其实它的时间差我感觉哈，它是非常小的。真的是非常小的。如果这个是2种类型的人群，打个比方，你很敏感，你现在水平比较高，那么我建议你去找一个精准的摩擦点。像我呢，就是喜欢接触球的时候我再摩擦，我就是什么碰到球了我再进行摩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寸劲的这个摩擦的手感我能找的比较准。但是如果我们初学，或者说大家在还没有找到摩擦感觉，我发球不转的情况下，那么你在接触球，因为我们的发力并不是很集中，我们的摩擦加速并不是很紧凑，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引拍，当你的引拍开始挥动的过程中，你就去转动手腕，这是2个时间差的问题。他们2个在接触球的时候，大家想想乒乓球的速度太快了，实际它的时间差没有差距太大，但是在接触球碰到球了，你再去转手腕，它的这个集中的摩擦度可能会更强一点。但是从你引拍接触到球准备挥拍了，无论是向前还是向下，这一瞬间你想用上力了，这个也是没问题的，这样便于大家总是怕很多是什么，我们有的时候接触到球想转腕，但是我接触到球的时候我是撞出去了，我再去摩擦就很容易忽略到摩擦的这个点。所以如果大家在一个初学阶段，在一个摩擦状态不是很好的阶段里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从挥拍，这是引拍对不对？球落下来，从我引拍开始准备去挥动变化接触球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转动我的手腕，带动我的摩擦，带动我的动作加速，那么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球撞出去，我们还没摩擦的这种情况。这个是小韩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，教我的学生的过程中非常实用的一招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一定要我们这样的摩擦方式呢，会比什么？会比我们摩擦晚了要好很多。很多人呢，他们因为有些大家的各自的水平不同，有的人练了2个月，有的人练了20年，他的各自水平不同。如果我们总去找接触球这一瞬间，他可能大部分的球友他找不到摩擦感觉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好多人连摩擦感觉都没有找到呢。然后我们去碰这个球，再去找摩擦的时候，球都已经撞出去了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就从挥拍这儿，咱不去找接触球这一下，从挥拍接触球的时候，从我的动作开始挥下来，往前往下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带动我的腕子能用上一点劲我就用上一点劲，是吧？我觉得这招呢，对于我们初学者或者摩擦并不是手感特别清晰的时候，非常好用的一招就是关于我们摩擦距离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摩擦时间，来，我们一起打一下摩擦时间吧。咱们一起打一下摩擦时间。好多球友呢，这个摩擦时间找不好，就是球都出去了，再做摩擦动作，就是无效的摩擦动作这一点很关键。